寺是怎么命名的，庙又是怎么命名的？看似相同的它们差别在哪里？你知道两者的起源吗？看完它们的差别，让你豁然开朗。或许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，寺庙那是一体的，但是在千百年前，寺和庙呢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场所。最初的寺其实并不是指佛寺，而是古代官员居住或办公的场所。这类场所呢，一般都是由皇帝进行直接管辖。比如西汉时期，当时统治者将官员的等级分成了3公9卿，这里的公呢代表的是府，而这里的9卿则是等于9个部门。一般来说都会在后面加一个寺字，就比如古装剧中常见的大理寺。虽然不同机构的职责不同，但一般而言呢，古代官员办公的地点多数都带着一个寺字。说到这里啊，有些朋友可能就会问了，原本意义是官署的寺，到如今怎么就成了佛教之地呢？这一切呢，还得从汉明帝做的一个梦说起。相传汉明帝曾在午睡时做过一个梦，梦中有一个浑身金灿灿的人，他头顶散发着璀璨的金光，周身更是圣光缭绕，看起来慈眉善目，只需一眼就让人觉得心神安宁。最重要的是啊，这个梦中人还会飞，他绕着汉明帝的大殿飞来飞去。虽然梦中人十分诡异，但或许是因为他浑身散发着金光，所以汉明帝非但不害怕他，而且还在醒来后对他念念不忘。他十分想找到梦中的人，便召集大臣，并将梦境全盘托出。对此，大臣们各有说辞，其中有一人向汉明帝表示，他梦见的或许是西方的神明，这位神明被西方人称为佛，高约6丈，通体金黄。对此啊，汉明帝认为自己和这尊佛十分有缘，同时他也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，于是他点兵遣将，派了10几个人远赴天竺求取佛法。在经过长途跋涉以后，汉明帝的使团终于到达了天竺，并成功邀请到了高僧去洛阳小住。相传那2位高僧骑着白马，随行带着梵文佛经和佛像，到达洛阳时，举国上下都十分欢迎。而汉明帝也发现这2位高僧确实和他梦中所出现的人很像，这也就是后来有名的汉明感梦，白马西来。2位高僧来到洛阳后，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儿呢？汉明帝将他们安排在司掌宾客典礼一职的鸿胪寺居住，但这也只是暂时的，毕竟鸿胪寺往来大臣众多，难免会扰了高僧的清静。同时呢，鸿胪寺还接待了许多外国的使臣，这些使臣都只是小住而已，要不了多久就会回自己国家的。但那2位高僧就不一样了，汉明帝希望他们能够长久地留在中原传播佛经佛像，所以就决定重新给他们安排一个地方。但究竟安排到哪里呢？这个地方需要既能满足生活等日常出行，又能满足研习传教。在思来想去后，汉明帝决定按照当朝寺的规模修建一座全新的僧院。但是这座僧院应该叫什么名字呢？汉明帝想起来，这2位高僧是骑着白马来的，同时佛经佛像也全是通过白马才运到中原的，所以便为那所寺题名为白马寺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寺这个字呢有了新一层意思，它不仅仅是古代官员办公的行政场合，同时也是佛教的活动场所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寺其实还有一层隐藏的意思，那就是持续延续，而这也就意味着类似于白马寺、灵隐寺等地是需要千百年不断延续传承的佛教之地。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到了隋唐以后，官员们的办公之地也有了新的名称，很少有人还会沿用寺这种说法，所以寺逐渐成为了佛教之地的专用名词。而到如今呢，寺更是没有办公之意了，剩下的仅是传播佛教和供香客祈愿跪拜的意义。知道寺的来历以后，我们就来讲一讲庙。为什么要叫庙呢？人们总是会说寺庙，这样看来，寺应该是在庙之前出现的。但事实却是，庙的出现要早于寺的出现。庙又被称为宗庙，是古时候人们祭奠供奉先祖神明之地。
就比如古代的帝王离世以后，他的后代也会为他创建一个庙号，让他享受后世的香火。不过呢，庙不仅仅局限于皇家天子，只要是身有官爵的官员，都可以按照等级制度立庙。不过在汉代以前，布衣百姓们是不具备立庙的资格的，直到汉朝的来临，庙的意义才得到衍生。当然了，在千百年之前，由于科技以及各方面不发达，人们总是会把一些现象归结为神明之说，所以到了汉代，庙又有了祭祀鬼神之意。人们修建的庙宇除了可以供奉祖先以外，也开始供奉起了神明。比如人们觉得下雨是因为龙王在布雨，所以有了龙王庙，在遇见旱灾时就会去龙王庙祭祀，希望龙王能够降雨。同时那些为社会做出过极大贡献的人也会获得百姓的朝拜，百姓会为他们修建庙宇，让他们享受世代的香火供奉。比如全国各地存在的夫子庙或关羽庙，当然还有土地庙或者财神庙之类的庙宇。这种庙宇几乎随处可见，规模呢也是可大可小，大都是寄托了人们的美好祝愿。既然寺与庙代表的意义不同，那么它们的区别到底是什么？主要有3大区别。一是供奉的对象不同。在前面呢，我们已经说了，寺最初是指皇家行政机构，后来佛教逐渐深入中原后，寺才逐渐成为了佛教的场合。不论是在遥远的过去还是如今，寺中供奉的大多是威严的佛。相对而言呢，供奉的对象比较单一，而庙的供奉对象则是多于寺的。除了可以供奉故去的先人之外，还可以供奉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圣贤，以及在民间流传较广的鬼神。如果是供奉帝王的庙，一般都称为太庙；如果是寻常百姓的庙，则是叫宗祠。而供奉那些鬼神的庙呢，一般会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。二是主要功能是不一样的。寺是佛家子弟修行、研习、生活的场所，里面通常会有信徒居住，比如说和尚或者尼姑，他们会在寺中修行、研习、生活。走进一间寺去，总是会看到有打坐念经的僧人。如果想要供奉香火，那么还会有专门的人服务香客。但庙呢就不一样了，几乎很少有人会居住在庙中，甚至在某些庙中，别说有信徒居住了，就连神像都仅仅只有1尊。3是代表的文化是不同的。众所周知，继白马寺之后，便有越来越多的佛教传播场所被称为寺。慢慢的，寺更是独享佛教场所的意义，再加上寺这个字呢，本身就持续之意，所以也就代表这是一项持续的传播运动。而庙除了天子死后的庙号，还有祭奠供奉祖先和神明的意义，它并不具备传播性。某些庙仅供某一家族的人祭拜，不供外人祭拜。总而言之，寺和庙呢看似差不多，实际上却有着非常大的区别。如果非要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来区别寺庙，那就是寺中住着僧侣，而庙中通常不住人，它仅是用来祭拜的地方。虽然现如今很多人都将这2处地方混为一谈，但它们仍旧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。